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财经随便聊，我是 Finance 三个 George， 我是 Finance 三 Chloe。哇，Chloe，那这一次的财经随便聊算是我们1月份的第一次录制，也是正式的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嘛，对不对？因为上一期的财经随便聊其实总结了2025年的一整年。好，哇，我跟你讲，我们每次都在烦恼财经随便聊什么，对不对？是。然后果不其然，我们还是有人能经常创造新闻给我们聊啊。是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 topic 想要跟大家聊。对，就是什么呢？委内瑞拉跟美国。你知道我看到卢卡斯那个脱口秀，美国总统都可以去到委内瑞拉抓他的那个总统回来，如果你的男朋友还不来见你，这样就是不够爱你。我看到这我觉得很好笑，damn，okay。来，大家快点 send 给你们的男朋友。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Masco Coconut。是的，Masco Coconut 呢这一期大家看到不一样了啊。上一期我们有的是什么？野水。野水。那这一次呢，我们带来了他们的2个不同的产品，就是我们的 Coconut Jelly 跟我的这个是 Coconut Pudding。OK。那次我有问到老板什么不一样。Coconut Pudding 是放牛奶的，所以它是有白色的。然后 Coconut Jelly 是透明色，就是直接是用那个野水来去直接做成的。What's your favorite？ 我的 favorite 是都很喜欢，包括那个野水我都非常喜欢。是，所以而且大家为什么呢 ？Masco Coconut 是一个100%的野水，无添加糖、防腐剂跟色素的，所以适合我们去消暑了。尤其最近天气又开始转热了 ，OK， 然后是可以到 NSK 啊、Jaya Grocer、Village Grocer、Benz 等各大超市去购买哦。对，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在做那个25周年庆的那个优惠嘛，要团购的话可以去 IGDM 他们哦。是的， okay。 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 topic 吧。OK， 我觉得这个 topic 就值得我们今天只聊一个东西。OK， 因为我觉得太 interesting 了，它 connection 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对。OK， 好，所以在这个新闻呢，这个周末的时候 ，Chloe 还特别请教了一下。平时他没有这样群聊，大家。对。我吐槽一下，我跟他认识了这么久，这7个月共事以来，他没有那么勤劳的，会突然间 send 我一个新闻，然后平时 send 新闻是肯定会 send 给我的，然后他问我，乔治老师，请问这个新闻怎么样解读？然后他自己跟我讲，等下你先不要告诉我，让我来看我解答的对不对。我 screenshot 那 conversation 给大家看。做完功课了没有？做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还时间不够让我去做更多。哦，好，像你做功课，来，你先跟我们讲讲那个这个事件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OK， 首先我们就来简单概括一下这个事情的发生。好，其实就是在2026年1月3日凌晨2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美军三角洲部队啊，他就利用这个电子干扰切断了那边的电源，然后就抓走了那个委内瑞拉的那个总统马杜罗，前总统了，对，前总统还有他的这个夫人嘛。是的。好，被抓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说他们是那个组织有通过美国这边运毒。所以就是有抱有这个怀疑的情况下，就去抓了他回来。OK， 毒品的恐怖主义啦。这样我们就不多聊about政治，我们就聊一点财经方面。在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新闻嘛，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会影响到原油的价钱？其实委内瑞拉它就是储存量最大的国家，它的储存量有大概3030亿桶。是这个原油，把这个东西就很 interesting， 我以为会影响很大吧，后来你就跟我说，其实也要看它的实际产出到底有多少。这边我们就看到它其实一天的产量大概只有100万桶，微乎其微，大家。它甚至排不到 top 10， 它就是全球占比不到 1%， 而且它提炼的这个东西是重质原油，它提炼的成本很高，而且也不是每个提炼厂都能用的。是的。然后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原油的这个市场，它到底有进行了一个怎么样的波动？那刚刚你有提到嘛，它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储备量嘛，是什么3000多亿桶，但是它实际产量只有100万桶嘛。替我的观众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哇，这个我不知道，乔治老师请解答，help。为什么呢？油是一个很看命运的东西，每个国家大部分你的脚底下可能都会有油田，就是你可能去看你找到哪里就有油田，可是你这个油田的油是怎么样的原油，是你解决不到的，所以刚好它油很大。其实我们讲全球已经探明的这个原油油田它就有这样大，等着它去开发，只是为什么它产量这么少？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种植油，种植油像你可以讲它是一个黏黏的，其实我们是分3种 category， 有轻的，有中的，有重的。你越重，你要提炼它是越难，因为到最后我们是要打进车的嘛，我们要打进车，我们要把它做成化肥，我们把它做成化学物品的嘛，所以你要把它提炼到很纯，你就要有很大的技术。所以他们以前有吗？他们其实以前有的，但是他们之前有了过后呢，他们跟美国，然后跟全球就有这个所谓制裁上面的问题，很大的提炼厂都被炸掉。
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原油公司也因为腐败的问题，导致他们没有了这样子的技术人员在那边。所以就讲他们其实前面也经历了蛮大的一段故事在。是，其实你如果单单要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历史，其实都可以聊很久，因为他们一直在经历的东西就是政变、贪腐、政变、贪腐，就一直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也不能怪他不能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咯。Got it。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原油的股价到底有怎么样。OK， 其实原油的这个期货短暂升了一下，升到58.5美元附近。就我们有说到嘛，它的实际产出其实并不多，所以之后可能投资者就会觉得其实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影响其实并不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特朗普政府，它其实已经有明确表示，它会引入资金，石油巨头了，就是对石油公司，石油巨头，对，去开发更多的这个东西，然后会达到200万桶per day，就觉得说其实它问题并不大。对所以它的股价再掉下来了。对，其实像我在前面有时候有跟你提到，影响真的是不会太大，即便它从100万桶升去200万桶，其实影响也不大，因为它也占不到全球 top 10。对，它还是占不，它其实现在应该是全球 top 20都进不到。我没有记错的话，在2025年的整个原油产量方面，因为它完全被制裁了，没有人可以买它的油了的。你明白吗？所以就有这个问题，加上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是特朗普有叫这些美国的石油巨头，因为之前 Chevron 就是雪佛龙啊 ，Chevron 其实在委内瑞拉是蛮大的 presence 在那边的。然后当然以前他们历史上面，他们就是把整个做美资又再把它踢走这样的概念。其实他要把这些美资再拉回去重建其实是要花很多钱。就其实特朗普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要让美国的这些原油公司又再继续可以去用回，因为你看他有这样大的那个种植油在那边，然后重点是什么？美国需要到，这个是一个数据啊，全世界拥有能提炼种植油的那个 refineries 跟那个石油脑。就是那个稀释这个搞的东西啊，变成水的东西，全球谁的技术很强在这一块？这个除了美国还有谁？你猜看。给我 A、B、C 选项，老师。A Malaysia，B China，C Russia，D Venezuela。Malaysia。错，美国之后其实另外一个更大的是 Russia。interesting。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阴谋论就出来讲，其实他是用所谓的毒品走私来要去占领这一块，因为如果他不去的话，委内瑞拉因为他被制裁嘛，如果委内瑞拉不卖给他，委内瑞拉就卖给俄罗斯咯。那因为现在很大部分他的这个东西还是从加拿大拿来的，跟加拿大拿，所以他也要慢慢他要恢复这个东西嘛，所以他就需要去从其他国家拿。所以这个是所谓的阴谋论啊，那阴谋论我们就不聊了，我也不确定到底是真是假嘛，这个只有特朗普自己头脑知道吧，把他们自己确实有讲到，好像真的是会要这样子做啦。OK， 好像真的是要这样子做。那么其实我也是有一个数据的，其实为什么我讲会很难去做到这个东西，就其实因为你要去让带美国的这些公司过去你的成本很高。OK， 成本多高呢？根据这个华尔街分析师的研究啊，整个重新去重建整个基建啊，就是重新修炼过整个 refineries 提炼厂等等东西啊，你至少需要每年投入100个亿美元。太有钱。OK， 你想想看啊，有钱，他钱都不是美国政府的，钱是这些石油公司的，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笔的投资，而且是10年的嘛，你要重建这整个东西，你要花10年，重建在人家的国家。你又不确定他现在新的上来的那个代理总统是不是你要的人，未来的人民会不会推翻你等等这样的东西啊？你花这笔钱，你能不能确保你的钱不会撒出去赚不回来？所以这就是华尔街持有的一个保守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觉得成本太高，回报太低，所以就代表这个东西是不一定会实施，只是特朗普自己讲嘛。因为他已经跟他们讲了，而且有另外一个新闻我看到是在他们去真正去逮捕马杜罗的前1个月，其实他已经有放消息出去给这些石油公司讲说，我们已经是要把他抓走了。我有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啊。就是 I mean before 抓的时候，特朗普就放了这个新闻出去，给这些石油公司的老板。所以还有特别跟他们讲一声了的，就好，我要做这种事情，这个也是阴谋论当中，可是我是从新闻当中去拿到的啦。这个世界真的很多我看不明白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很多利益相关的事情在发生。是。那我们就再重新讲回来到经济原油这一块吧。OK， 其实黄金它因为就是作为这个避险工具嘛，其实发生地缘政治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发现到，其实黄金都会有起的一个现象。对，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其实黄金就有起了个1.5% 到2.2% 的这个涨幅。OK， 那么我们就来聊聊about
国债和这个债券这个东西。2027年到期的这个债券呢，它的价格其实飙升了29%，1美元面值现在是43分美元就可以买到了。刚刚我也问了你，我猜这边打仗的话，这个国债是一定 interest 会变到更加高。其实除了打仗实在是因为它这个债已经违约了。怎么说呢 OK， 这个其实是个违约债，违约债就是讲说，其实它已经开始没有在还利息。违约债的时候你没有还利息的话，我只能再看你能不能债务重组嘛。债务重组成功，我们就有机会赚回那个1美元哦。所以为什么1美元跟43美分？美分你们知道是多少吗？0.43。对，所以是一个很低的东西，你知道吗？是，已经 discount 到超过一半了的东西，超过50%。对，所以他们就是搏罢了咯。是你在搏，他能不能给回你利息？但是为什么它的利息会飙升到很高？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个国家只要你一违约，你的债券都是这样，不只是国家，只要债券一被违约就是这样子的问题。这样还有包含那个国家的原有的这个债券呢？OK， 所以他们有2个债券，一个是国家债券，一个是他们的国家石油公司的债券，就是那个 PDVSA。我昨天特地找他的名字讲念的嘛，full name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PDVSA 他自己本身有去发行这个债券，所以这个是 corporate bond。所以这个 corporate bond 也是跌到很够力了。为什么跌呢？就是因为你的风险变高了嘛。所以当你风险变高的时候，大家就要抛售嘛。所以抛售的时候，你价钱就会跌，价钱跌的时候呢，债券的利息就会高。为什么呢？引更多人来买这个，借他钱。这个在于刚发行债券的时候是这样讲。给我们偏一点点啊，我们聊一点点债券啊。你如果说是刚发行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风险高，我愿意给你的利息，我愿意借钱给你，你的利息就要给我高。可是当你已经正式发行的时候呢，已经是 fix 了。但是我的 face value 是1块钱，就是1块钱的了。我已经确定我这一个 bond， 我1块钱的利息我一定会给你多少了。所以let's say它一开始它发行是6%，假设啦6%，它是 based on 1美元来算那6%的。所以今天你想看啊，1美元的6%是多少钱？6 cent 哦，6分哦。可是现在啊，如果我的这个 price 跌到32分啊，你拿那个6分除以32美分，你的 interest rate 是多少%？哇！所以这就是你的 interest rate，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 formula 是已经 fix 了啊。这个是 for corporate bond 吧，还是 include？ 一样啊，它的国债也是一样跌。可是我刚才讲的是 example， 所以我讲的是债券。所以为什么价钱跌，利息会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当你的债券是已经发行了的情况之下 ，Got it， right， 因为人家不愿意去承担你那个费用，人家抛售嘛，抛售你的国债嘛，因为你违约了嘛。Got it， 所以这就是他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了。OK， 好像其实除了这一些，我其实还有 research 到一个蛮 interesting 的东西，就是它其实跟中国也是有一点点的关系。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跟委内瑞拉它是有一个合作的关系，也不能讲合作，就是来中国借钱给委内瑞拉，把委内瑞拉就以我用这个原油抵押给你，你给我钱，然后我用原油给你，然后我不用还你钱，这样子的意思。2007年起中国就通过这个石油贷款的模式，累计投入已经超过600亿美元。哇哦，600亿美元！对 ，until 现在2026年年初估计还有一个100亿到150亿美元还没有还。现在委内瑞拉就出了这个事情嘛，我们就可以讲现在是美国管理这个委内瑞拉，问题就在于美国承不承认这个东西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代表中国会面临一个可能会有这个100到150亿缺口的这个现象。明白，这是中国很常做的事情了。真的吗？他们很喜欢去资助很多个国家，因为他们想要扩展他们的那个 base。其实以前中国有个叫"一带一路"的东西嘛，就基本上在那个"一带一路"就是 One Belt One Road 的 initiative。中国很早期他们正式开放过后，他们就打开了这个"一带一路"。其实马来西亚也是在"一带一路"的这个丝绸之路，听过这个东西吗？听过。OK， 就是这一条的这个东西。他讲的就是中国怎么样去开发他们的海外市场。当时候他的"一带一路"其实带到非洲去了，所以就变成他还资助了蛮多非洲国家去发展起来了。因为他觉得说他们发展起来对我未来有好处。当然他找委内瑞拉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的石油。你懂中国是一个石油进口国吗？就是它生产的比它的进口的来的少了，它是一直 import 石油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委内瑞拉就有做这3000多亿桶的这个我们讲原油填置在下面嘛，所以你讲它是为什么不要它？它还是会要它的呀。而且刚刚我们讲了 Russia 有这样子的技术嘛，对不对？其实中国也有。但是你讲最强的还是在于美国跟 Russia。中国也有这样的技术去开发中植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其实也是很希望从委内瑞拉进口这个中植油，他们自己再去 refine， 成本就便宜，他就省很多钱嘛，因为他用贷款借那个东西嘛。其实我也看到一个，我不懂这个算不算阴谋论，因为现在中国其实也很强，就是你们都懂美国跟中国就是现在蛮强的2个国家嘛，然后他们就有讲现在美国可能就是要阻碍中国发展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就去攻这个委内瑞拉，然后拿了下来，然后不要把这个给这个中国。我觉得真的是多方面啊，因为
当美国越来越制裁更多国家的时候，是其实那些被制裁的国家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对对，所以就变成说我跟你就可以抱团取暖。所以你看，印度跟俄罗斯拿油，一样的道理咯。所以委内瑞拉找中国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了，是又被美国拒之门外，所以他们开始在墙外就组成自己的朋友这样子的。所以你问我，美国这个阴谋论算不算是要针对中国？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真的是要针对的是所有被他制裁的国家，跟他不安的国家。所以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包括印度，他最近又对印度再次喊话，等等这些国家，只要他觉得你跟我不安，我就要抓你就这样。But OK， 没有人懂特朗普在想什么。我还蛮庆幸马来西亚跟美国还算 OK，I mean 就是马来西亚至少没有很明显的这些对立的敌人嘛。是，其实像我们这种小国你不能去到处树立敌人，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存之道。因为你小，他要把你灭掉，你就是完蛋了。我们不能 afford 去惹到任何人。But fun fact，我们的首相在当天晚上也是出了notice讲，我们坚决反对你用这种暴力的手法去做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东西啦。我就再聊回来这整件事情吧。其实我个人去看的话，其实委内瑞拉跟这个我们讲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其实美股其实是波动蛮大，但是还是上涨，还是突破新高，对吧？尤其是在能源股这一方面，能源股基本上都在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啦。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这个能源公司。所以我记得我在星期日跟你讲的时候，我讲原油波动应该不会太大，黄金会继续上涨，因为不确定性，跟美股一定会很波动。对，I think我跟你讲这三件事情嘛，对吧？这是肯定会发生的这是肯定会发生，因为我们来看回去这整件事情啦，它对于全球的原油产量已经没有那么大影响，加上现在原油产量是过剩的情况之下，你少了你对我来讲反正还是好事。然后为什么黄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它是避险工具，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黄金会一直涨。把黄金能不能一直涨，这个就是个问题，因为这是个短期问题嘛。短期问题，然后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事件，它可能只是个开门砖。因为我们大家，如果你们有看很多新闻跟讲历史的话，他们都跟你提到说，如果你强制性的把一个国家的政权拿走的话，其实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给了那个国家。这个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另外一个博主 Tim Tia 他的 video 就有特别的去拿了几个 example 出来。其实在这个角度之下，我们要看的是他们之后会怎么样去复苏，因为你毕竟是战争过后，你的国家复苏，你整个基建、你的道路要重新修过，你的人民的教育、你的医院、你的石油开采的这些炼油厂全部要重新建过，钱从哪里来？人民能不能支持？这个政府能不能做够久？是吧？这个政府做下去过后，会不会又变成第二个马杜罗？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从我开始真正去接触经济我发现其实战争一直不断的在发生。你不学政治，战争还是会来的。没有，可能就在我的观念里面，世界很美好。财经过后，你就发现，原来世界也没有到我们想象中那么和平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是我们在看回来后，我们会发现到，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再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股市吧，其实我觉得影响也不会太大虽然我们也是有出产我们的原油当然马来西亚在原油出产国算是蛮不错一下这一块生产讲产量上面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油是蛮 quality 的油。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马来西亚来说，几个因素要去看第一个就是 Petronas还能不能继续拍戏给马来西亚，因为毕竟这个跟国际油价有关系嘛。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国际油价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价格上涨，所以变相来说，马来西亚的经济在依赖 Petronas 这一块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国家经济真的自己要去提升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的马币在走强，其实有好有坏马币走强对人民去国外消费是好事，但是对我们的出口是坏事。所以你们有关注到的话，其实我们的出口在去年的最后几个月吧，有1个月是变到不好的。出口进口是这样子的嘛，你的汇率跟我汇率之间变贵的时候，我就不要进口多咯，就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汇率是一个每个国家他们都需要半干预的东西，你不能完全干预，你完全干预的话 ，IMF 一定来找你的，但是你也不能完全让它自由波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机制去干预我们的货币的走势，才确保说它不会贬值到很够力。它也不会升值到很够力所以这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投资者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你问我的话，马来西亚经济接下来这个事件对我们来说影响大不大？我觉得不大，但是对于未来全球经济波动大不大？就很大，所以看他们什么时候能解决到这件事情。那基本上我也想聊的东西是这样子啦。
看大家你们对于这个美国闪击委内瑞拉这件事情的影响吧，你们觉得问题大不大？跟对你们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听到什么更多的阴谋论？欢迎给我们知道一下。感觉这件事情啊，大家更关注应该是阴谋论比较多。是因为你看，其实整个美国都在聊阴谋论，是他们聊那个毒品犯罪啊，根本是带过来了。是，他一带过，他就直接讲啊，the real reason behind Venezuela attack。是 OK， 我找 research 的时候啊，很多报章都用这个，都是讲这个东西。是，然后没有人丢数据，你懂吗？没有人丢啊，原油数据啊什么啊。这是我第一次啊，做一个经济分析啊，我找了20篇的新闻啊，我只有2篇有数据罢了，剩下的都是在跟我聊，哇，为什么他要打他？他说，哇，我做分析有点难的话这一期，but of course， 因为我懂啊，大概要从哪里去找数据啦，所以我们还是有数据出来的，包括我还有这个委内瑞拉过往他们怎么样从如以前这么多产量到现在这么低产量，发生的一些事情，都会把它放出来给大家了。好嘞，我都有这些数据。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了订阅、按赞以及分享出去给你们的朋友，然后留言告诉我们你觉得这一期的财经随便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的小红书的第一个交流群组已经满了，所以我们现在开了第2个交流群组，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小红书的第2个交流群组，就是 Finance 商交流群。你进去的时候，我设一个题目给大家，你最想看到 Finance 商有什么新的策划 ，something 这样子的可是。是的。所以没有回答不可以进来。对，没有回答不能进来，要认真回答吧。看到至少有15个字在那边，我不知道能不能写15个字啊。OK，at least 10个字。OK， 可以，大家一定要做这种东西哦。OK， 然后最后也提醒大家一下，最近天气开始转热，是避免你们中暑跟生病的话，记得多喝椰水，因为椰水是天然的电解质，加上 Masco Coconut 的椰水呢是零糖、零防腐剂以及零色素的，所以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前后都可以喝，加上我们消暑都可以喝哦。是的，所以可以在那里买到。可以在 NSK、Jaya Grocer、Village Grocer 还有 Benz 超市购买，然后他们现在有做25周年庆，可以到他们的 IGDM 进行团购。是的，所以记得找 Masco Coconut。那我们下期的财经随便再见啦，我们拜拜。我们拜拜，我们到时见，拜拜。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我们下期再见，拜拜。